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非常喜欢读历史，研究历史的人物，研究历史的事件。估计您可能会发现这么一个规律，那就是在每一个阶段历史当中，他的人物往往会重复出现。你比方说，或者盛名或者昏庸的君主，能征善战的一些勇士，足智多谋的一些谋士，这个在每个历史阶段他都会大量的出现。但是呢，在每个历史阶段里面，有一类人物是绝对的稀缺品种，他出现的概率甚至几百年才能出一个。什么人呢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神机妙算，上晓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三教九流无一不精，五行八作无一不晓，前晓800载，后知500年，这样的人物。要说这样人物代表性的，咱都能提诸葛亮，最杰出代表，神机妙算。还有兴周800年的姜子牙，旺汉400年的张良、张子房，再加上后世的像徐茂公啊、刘基、刘伯温呢。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这人物就是刘基、刘伯温。他天赋异禀，具有神一般的预测力；他能呼风唤雨，具有神一般的魔法；他观天象、卜吉凶，一语道破世间万物的走向和结局。刘伯温神机妙算的背后，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？老梁故事会被神化的刘伯温。咱们看，把刘伯温，他叫大名叫刘基，字伯温。像这样的人物，我们统称为神人。你注意，神人这俩字很有讲究。他再怎么神，他是人，所以他不是真正的神。但是呢，虽然是人呢，却需要在一定时候把它神化。所以我们在接触这些神人的时候，你发现有很多传说围绕他们身边。你比方说诸葛亮借东风，好像诸葛亮真把东风借来，其实他只不过是知晓天文。所以这个神人身上，除了神机妙算能预测以外，最重要的一个技术是懂天文的。因为过去我们经常都知道中国人呢对大地上这个事儿很熟，农业文明嘛，对土地很熟，但是天上的事儿是很神秘的。所以这些玄而又玄的事儿，往往和神机妙算的人结合到一块儿。刘伯温当然也不例外。再有一点就是呢，越是这样的人，你说他出山要辅佐哪个君主，这君主说你来吧，打个车他就过来了，这不叫什么高人。非得像诸葛亮被刘备3请茅庐，在这里边才能显得他腕儿大。那么刘伯温呢，他的经历呢，没有逃脱我们对这类神人的规律性总结。刘伯温呢是哪儿的人呢？很多人说他温州人，不准确，他是温州青田县南山乡人。喂，伯文兄，还有我们这位江南才女苏坦妹，洗尘了啊！谢谢。来，哎呀，为赶这个兰溪盛会啊，差点累死我这头牛啊！可惜啊，我们的兰溪会被一阵风给吹了，好多人都捎口信来说，这兵荒马乱年月，就都不赶过来了。早料到了，这朱元璋给我写了一封非常诚恳的信。这封信啊，非常奇怪呀。怪在哪里？4年前我的老师佛信过浙西，那时他朱元璋还是个无名小辈，可老师已经预言此公日后必将继大统，成为一代明君呢。当时刘伯温呢跟身边几个好朋友结伴做了隐士。他为啥结伴呢？你这几个人在一块儿，隐士往往很寂寞。这凑4个人能打麻将呢，缺一人斗地主呢，他有人玩。就这么，他找了几位朋友。这几位朋友谁？有个叫叶琛的，有叫宋濂的，还有叫张毅的。加上刘伯温4个人，被称为是浙东4隐士，也叫浙东4名士。就名气开始传播了，这4位是隐士。到后来，这个宋濂呢，先投靠了朱元璋。到这个公元1360年的时候呢，朱元璋手底下大将胡大海，这胡大海攻城拔寨，就打到处州这个地方，离这个刘伯温隐居地方不远。就听说这个浙东4隐士很出名，尤其宋濂那时候已经投朱元璋了，说请那哥仨吧。哎呀，你这钓鱼的怪啊！
不看鱼漂看书。哎呀，一心不能二用啊！哎呀，我呀，这是学姜太公钓鱼，愿意上钩啊！啊，钓鱼的，跟你打听个人。谁呀？听说你们武胜村有一个诸葛亮一样的人物，叫刘伯温，你认识吗？啊，认识。不过你来晚了，不在家呀？死了。上个月得暴病死了。哎呦，这不我烧香，这佛爷把屁股冲着我呀！这么巧啊！一个村住着，我岂能红口白牙的咒人家啊？这一请呢，叶琛和张毅两个人来了，刘伯温没来。为啥？这谱大，你这么请我能来吗？这胡大海就把这事儿跟朱元璋说了。朱元璋其实没怎么拿刘伯温当回事儿，他一听怎么着，请好几回都不来，有点意思啊。他到底有没有能耐呀？你胡大海是个武将，看不出来。我派个文官，派手底一个文官叫朱生过去找刘伯温聊天，刘伯温接着摆谱不来。最后朱元璋呢派手底下一个武官叫孙岩，你去请他，他不来，你这么着。孙岩就去刘伯温家了。刘伯温还在那摆谱，哎呀，我最近身体不好啊，我得调养一阵儿，再说吧。这时候孙岩呲楞把剑拔出来了，刘伯温吓一跳，你要干嘛？他说不想干嘛，先生，我就跟你说一个事儿。孙岩说此剑当现天子，一斩不是命者。这个话太厉害了。他说我这把剑我就给你看看，就这把剑我随时准备献给天子，就给我的主子，用来干嘛呢？不听话我就给他杀了。刘伯温一听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诸葛亮也怕死啊！一听，得，我跟你去，就这么着，乖乖的跟着孙岩来到这个朱元璋的部队。这朱元璋一开始对刘伯温呢，把他当成个算命先生，就随时是我智囊团之一，我向你问点事儿。对陈友谅、张士诚、方国珍几股势力，先除掉哪个为对？陈友谅占地广大，野心勃勃，此敌不除才是大害。拔去大钉子，小钉子就随手可拔了，所以必须有拔大钉子的气魄。既然是在下的主意不为明公所用，暂且告退，待你吃了苦头再来找我。请他来就好比呢30晚上打个兔子，有他也过年，没他也过年，就没有太拿他当回事。但是在后来的这个战争过程当中，他一点点发现刘伯温这人很了不起。在当时说神机妙算，其实是对战况分析预测很准确。你看刘伯温在朱元璋帐中这一晃待了有1-2年了，到了公元1363年，这个元末整个农民起义的形势就很明显了，就元朝是肯定要完蛋了。天下势力呢，非朱元璋、张士诚、陈友谅莫属。这个时候呢，朱元璋呢名义上呢还归这个小明王韩陵的红巾军管理，奉韩陵为王。其实朱元璋的势力远远要超过韩陵。那么这个时候张士诚绕过朱元璋往北打，就打到了现在的安丰这个地方。打到这儿呢，安丰城里头呢是韩陵跟刘辅通2个人都在这儿，要攻陷这城池，韩陵、刘辅通都得死，完蛋了。这个时候韩陵向朱元璋发号施令，你赶紧来救我。这去不去？朱元璋就找刘伯温商量，刘伯温直晃着脑袋，别去。没有明王，大帅是主子。明王一旦回了金陵城，大帅和明王谁是主子？如果明王在说这说那的，大帅听是不听，从是不从。明王名为天下共主，实际上是大帅的包袱，因此弃之为家，救回来是给自己增加烦恼。但是朱元璋就没信他了。不，你说那不对，我走我的。结果呢，朱元璋到那去领兵去了，安丰也没保住，失守了，被张士诚拿下了。但特别腻歪恶心的是呢，安丰是失守了，他还把韩陵给救出来了。
麻烦了，你怎么摆他？这名义上你的皇帝其实就是儿皇帝，怎么处理？到后来朱元璋势力一天天大了，这个韩林儿非常符合时机的在水里淹死了，说掉水里死了。几乎所有人都认定是朱元璋把他害了。你看看，结果朱元璋在这事上还落了个弑君的恶名。你说假如听刘伯温的，让张士诚直接把韩林儿灭了，这事弄得不干干净净的吗？所以朱元璋这时候挺后悔，想起刘伯温了不起啊，这个人我得重用。二位先生倒挺悠闲，在这儿纳凉呢。无所事事，只好如此。请啊！不，小将军跑得喘吁吁的，有事吗？请二位先生救救急吧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陈友谅真不是东西，趁我们东征，抄我们的后路，占了我们的安庆、泸州，和张士诚还结成了同盟。有了陈友谅撑腰，张士诚也开始反攻了。不谢，让你言重了。快请两位先生去救救急吧。叫朱元璋自己来。我本不该不请自到，没人当回事了。岂敢！先生高义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岂能与我一般见识？请坐下说。来，请。所以自那以后，凡有军国大事，必然向刘伯温请示。而且这种请示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后来刘伯温这名气越来越大，朱元璋发现不光是懂军国大事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军国大事他能预测，那是因为有现实的一些战况，各方的实力对比，军事力量上的此消彼长，他有这些做基础，他可以做出恰当预测。但是这个传说里头呢，这刘伯温呢，他的预测能力远远超过这个，就是啥也不知道他都能预测。这个呢，故老相传呢，咱们现在你在网上查都能查着，说刘伯温呢有个著作叫《烧饼歌》，用韵文写成的，大概1912个字。这里头刘伯温预测了什么事呢？就朱元璋之后500年的事。你像什么土木堡之变了，魏忠贤专权了，崇祯吊死到眉山了，满清入关了，康雍乾盛世了，汉人剃发了，大兴文字狱了。就说白了，什么乾隆皇帝若干年前在济南大明湖碰到夏雨荷，他都给预测出来了。还珠格格事他都知道。老梁故事会被神化的刘伯温。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国汾酒独家冠名播出。那这怎么回事呢？历史上有这记载，说这刘伯温进宫里边，这朱元璋呢招他来见面，然后俩人坐那就聊。朱元璋说：“我呀当了皇帝了，听说你这神机妙算，你都能知道以后500年。你看看我们这个大明王朝朱家天下，能够得这天下多少年？到哪辈是个头呢？”刘伯温说：“哎，皇帝，这个您是万子万孙，何必问我呢？”当然，这话听着是奉承朱元璋，意思你这个传万代啊，1辈、2辈、3辈到1万多辈。后来人给抚会成什么呢？说这是刘伯温预测，到崇祯皇帝你天下就完蛋了。咱们都知道，公元1644年，大明崇祯17年，明思宗崇祯皇帝吊死在眉山上，李自成进北京。说怎么这跟朱元璋是问刘伯温，刘伯温怎么预测呢？万子万孙什么意思呢？崇祯皇帝他爷爷往上查是明神宗万历皇帝，也就是说崇祯皇帝明朝的末代皇帝是万历皇帝的孙子。说陛下万子万孙，何必问我呢？意思你这个地位传到万历皇帝他孙子那儿，万孙这你就到头了。当然我一说大家都说挺牵强，无非是呢就说刘伯温这个预测的神。所以这些事儿呢，抚会到刘伯温身上，大家大可不必当真事听。但是刘伯温呢，在当时遇到个大麻烦，我们就看出来什么神人他也不神到哪儿去。所谓的这些打天下功臣遇到的共同麻烦，他也碰上。咱们都知道朱元璋呢好杀功臣，这个天下已定了，刘伯温也知道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敌国破，谋臣亡。再跟着朱元璋这样一个
多疑好猜忌的君主，伴君如伴虎。刘伯温请求我告老还乡，回青田养老。自从去年以来，臣日渐体衰。前2日，臣的肺疾又犯，通宵巨咳吐血。臣的这副健体实在是不争气呀！皇上，臣请皇上开恩，恩准臣归养青田。你是不是觉得飞鸟尽，良弓藏，日子久了有兔死狗烹之灾啊？朱元璋不同意，不让你回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当朝的文官呢，历来这个中国封建社会有党争的传统。你看这个康熙王朝里电视剧，大家看了，明珠索额图两党之争很激烈。当时文官出任丞相的是李善长，李善长老家淮西，所以跟他这一派被称为淮西派。满朝的文官里头，这伙势力最盛。如果刘伯温回去了，就没有制约李善长的了。所以他希望刘伯温留下来制约李善长。刘伯温无可奈何留下了，他是真不想留下，他知道这玩意儿早晚没好果子吃。可即使这样呢，他就得小心翼翼。有这么一天呢，朱元璋呢招刘伯温进来，说咱商量事儿。刘伯温就一身冷汗了。这皇上问你什么话呀？有一句两句答不对，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。因为这个过程也是呢，皇上试探你。这么把刘伯温请进宫，问刘伯温：伯温呐，擅长虽然是资深老臣，功勋卓著，但是他作为中书省的右丞相，就有些显得懦弱昏昧，而左丞相徐达却是挂了空名，从来不理政事。李善长也乐于他不理政事，好让他一个人说了算。咱现在正在琢磨着改组中书省。刘伯温当时就一身冷汗，这个话可是凶险无比。为什么呢？他说看不上李善长了，要换他。刘伯温怎么答都不对。刘伯温说：“皇上您这英明，他早就不是东西了。你看你藏着什么心？皇上您万万不怎么着？你还不听我的？怎么答都不对。”刘伯温很机灵，马上站起来，恭恭敬敬说：“这种天下大事，我等人是岂敢妄言呐？皇上您定夺吧。”这算把这应付过去了。朱元璋说：“那你别走，别走，我还得问你。我说几个人选，你看看谁合适？李善长又不当丞相，谁合适？”咱拟了3个人选，来，想听听你的意见呢。皇上，臣斗胆请求，别征求臣的意见。不成，咱一定要听听你的想法，躲是躲不开的。遵旨，请皇上示下。这第一位就是杨宪，第2位是吏部尚书汪广洋，第3位是中书省的参知胡文庸。其实你别小瞧朱元璋这几句话，这是领导考察的，看你对局势的把握，你心里话是啥？你是跟我说真话，我看你心里怎么想；你跟我说假话，我就知道你这人啥样。这个非常凶险。禀皇上，臣以为这3位大臣都不堪相国大任。杨宪虽有相才，却没有宰相的气量。王广洋偏狭浅薄，还不如杨宪。至于胡惟庸嘛，他的才华气量都够，但此人心性暴躁，行事刚烈，恩怨必报。他做个辅助大臣蛮好，要是把他放在相国大位上，恐怕是用生猛的野牛驾驭，难以控制，早晚都会翻车。啊！朱元璋一听回答都挺得体，来，赐茶。太监把茶端上来，俩人喝茶。没想到突然间朱元璋又问了一句：“我准备把李善长拿下，我想让你当丞相，如何？”当时刘伯温又傻了，
这怎么答呀？皇上，臣万万担当不起啊！为何担当不起？一者，臣体弱多病，对繁杂政务万万胜任不起；其二，臣生性爽直，口出无忌，纠谈汪法文武尚可凑合。要是让臣做丞相，臣这脾气迟早会冒犯皇上，到那时皇上非杀了我不可。即使为了自己身家性命着想，臣也万万不敢荐举丞相一职。朱元璋一看坏了，这刘伯温你除非不用他，你要用他，他就得惹事儿，他就得折腾事儿。这有能耐的人他是不肯平庸待着的。这时候朱元璋天下已定，他不想再用能人了，他就是最大的能人。你只要平庸一点，你把我交代你事务，你当狗腿子就得了。所以这一试探，朱元璋不行，刘伯温我不能用他，我不用他，我要给他放走了，万一谁要造反找他来对付我来，我还难办了。所以这时候朱元璋已露杀机。后来胡惟庸上来之后呢，朱元璋让胡惟庸干嘛？去看看刘伯温，不说在家吗？说这有病了吗？刘伯温确实身体不太好，胡惟庸带着太医去的。刘大人，这是皇上赏赐你的汤药，喝了吧。没想到刘伯温吃完这药不仅没好，病情日渐加重，时间不长，一命呜呼。这段历史很多人都明白，胡惟庸其实他不敢把刘伯温怎么样。他之所以敢带太医过去，在药上做手脚，那是朱元璋允许的。所以其实刘伯温千算万算，他没有跑出朱元璋的手心，这也是中国历史一个必然。就历朝带封建皇帝，只要上来他就杀功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上来天下已定了。原来他重用这些有能的人，是因为他有一个大敌人要对付。现在天下已定了，那个敌人没了，最大的敌人就成了身边的功臣，因为他们最有能耐。有人说那这里还有忠臣呢，没办法，你要鉴定这个人是忠臣还是奸臣，这个成本太高，还需要时间考验。最省事的，甭管忠臣奸臣，我都杀了，以绝后患。这是最低成本、最高效率的，使天下永固的一个办法。所以刘伯温再神奇、再神机妙算，他逃不脱历史兴替的规律。在中国历史上啊，元末明初这一段时间，相对来说是一个挺残酷的时期。因为呢，各个地方起义军呢和元朝的统治势力之间不断的争斗打仗，造成了很多地方呢，由于连年战争啊，这个人口啊接近零。那么照理说呢，元末明初战争年代，说死人多，老百姓感到颠沛流离，生命受到威胁，感觉到恐慌是正常的。那么到了朱元璋继位1368年，大明天下已经开始坐上来，说这个时候就应该结束了吗？没有。朱元璋登基坐殿之后，相反这种恐怖倒越来越强烈了。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面积恐慌现象呢？这跟朱元璋本人有密切关系。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整个明朝统治过程当中，这个恐怖主义它的根源从朱元璋那是怎么形成的？有人说他是明君，惩治贪官毫不留情；有人说他是暴君，兔死狗烹，杀人如麻。君临天下，朱元璋有着怎样的驭人之术？上蹿下跳，明朝官员究竟上演着怎样伴君如伴虎的梦魇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朱元璋如何玩转权术。咱们首先得说呢，1368年朱元璋登基，当时都城就是应天，就现在的南京。那么登基坐殿之后呢，我们也知道打江山呢，他靠的是一些猛将，历史上写有徐达呀、常遇春呐这些人。但是呢，治理天下光靠武官不行，他得靠文官，出谋划策呀，发展生产，休养生息。那么这个时候明朝当朝文官呢有两大派，一大派呢叫淮西派。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安徽人，这淮西派就是跟他从老家打起来这些人，包括李善长、汤和，包括死的常遇春，这都属于这个淮西派。
这一派势力很强。另外一派呢，是以军师刘伯温为首的浙东派。刘伯温老家是温州青田人，浙江东边，所以称浙东派。刘伯温呢，刘基刘伯温也是朱元璋的开国功臣。在这一派，淮西派跟浙东派作为文官的两大派别，党争，你争我斗。开国之前，皇上只能依靠淮西子弟取天下，一旦开国，皇上就不是淮西人的皇上，而是天下人的皇上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皇上能不明白？这刘伯温呢是开国功臣，要讲攻城拔寨、打仗啊、出谋划策呀，李善长和他不能比。可是这两个人，你看起来论功劳，好像刘伯温更大点，但是偏偏朱元璋把李善长当作文官之首。你看他从封爵上，历来咱都知道公侯伯子男，一等为公爵。大明刚立国的时候呢，公爵总共就封了6个人。特此论功敕封，授徐达魏国公，授李善长韩国公，授常遇春鄂国公。以上6公节授丹书一正，年子铁卷一道，世袭罔替，并各自庄田3000顷，佃农10000户，年俸4000担。臣领旨谢恩。这6个人当中，只有李善长是文官，那5个人都是等于是浴血奋战的武将，封为公爵，谁都不会有任何疑义。那等于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朱元璋打仗。唯独这李善长，因为他这些年一直跟在朱元璋身边，干的就是后勤管家，运个粮草，统计个账啊，收个税，一直干这个，所以他封为公爵呢，有的人不服气。你再相比看刘伯温呢，授刘伯温、吕昶、于永忠等41人为伯爵，赐丹书一正，年俸200担。臣领旨谢恩。刘伯温最后只封了个伯爵，这伯爵照公爵差很大程度，而且从俸禄上讲，两个人不能比。那时候给这个官员俸禄呢，都是按照这个2米，以1担米为基本单位。刘伯温是俸禄多少呢？240担，就年薪。李善长年薪多少呢？4000多担。这就好比现在你的年薪是10万，人家年薪170万，没法比。就两个人同样是开国功臣，甚至刘伯温功劳还大点，他居然李善长爬到他顶上去了。说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很重要一点呢，李善长跟刘伯温这两个人不一样。李善长虽然也有一些能力，但是长期居于幕后，而且他的功劳呢并不足以服众。相反，朱元璋一个劲儿扶持他，意思李善长不足以对他形成威胁。你要真有一天瞧不起皇上，拢俩人，你琢磨琢磨说咱造反吧，没人听你的。所以我扶持你呢，你也没法造反，你就得听我的。所以他重用李善长。而刘伯温就不一样了。刘伯温除了治国安天下这些东西呢，军事上他很有谋略，而且判断大形势判断的很准。这些谋略呢，对定国安邦用处倒不大了，反而对造反用处大。假如这里头哪个人要造反，刘伯温要给他出主意，把脉，断形势，那可太准了。韩国公李善长的年俸是4000担，而我仅200担。敢问二位，这意味着什么呀？这说明李善长的尊荣权势远在于你刘伯温之上啊！对，这是自然。是不是也可以说我的危险是李相国的1/20呢？所以说，如果我刘伯温立起来，有朝一日他要有不臣之心，朱元璋害怕了。为啥呢？他想到的刘伯温能想到，他想不到刘伯温也能想到。
所以这个皇上用人呐，有的人说皇上嫉妒心强，武大郎开店，有能耐人不愿意用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皇上怕的是什么呢？万一这个比我能耐大的人他要造反可坏了，所以他重用李善长，压制刘伯温。有人说那这样你让刘伯温把他宰掉，或者让他告老还乡不就完了吗？刘伯温也看明白这步棋了，提出过说皇上我这累了，我这岁数大了，让我回青田老家养老吧。皇上，天下已然大定，臣的这副剑体也当不起大用。臣请皇上开恩，恩准臣归养青田。你是不是觉得飞鸟进良弓藏，日子久了有兔死狗烹之灾啊？皇上，臣万万不敢呐！哎呀，伯温呐，来，咱跟你说呀，咱可以准你养病不朝，在京调养，但不准你归养青田。但是朱元璋还不放他走，为什么呢？他也担心李善长在朝廷一家独大，党争，两派之间争斗对朱元璋有好处。有人说党争对这个皇上有什么好处？如果说党争弄大了，你看康熙王朝里头明珠索额图两党争到那程度，康熙不干了。小有争斗对皇上是有利的，因为当皇上能控制住局面的时候呢，如果底下大臣特别团结，这皇上不好办了。要是你争我，我争你，你记住，皇上是最好弄的，用你牵制他，用他牵制你。所以他的目的是两派制衡，而朱元璋能够掌控大局，不乱，所以他愿意让两派这么维持原有的秩序争斗。但是你斗到一定程度，我感觉有新生力量可以取代你的时候，朱元璋下手就狠了。所以相传刘伯温后来呢，是被朱元璋指使手下大臣要太医给看病，把他给毒死了。而李善长呢，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，朱元璋直接把他罢免，后来又把他祸灭三族了。李善长、蓝玉、常胜宗、陆中亨、费巨等28人结党悖逆，着即押赴刑场斩首，并诛9族。朱元璋，你这个王八蛋，在这手终身如此啊，终身如此，替你打下了江山，你他妈的无情无义啊！就这两个人后来都没好下场。那么这两个人的时代过去之后呢，朱元璋重用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也是当了大明的丞相，当了大概有7年之久。这个人叫胡惟庸。这个胡惟庸呢，是李善长失势之后呢，取代李善长的人。朱元璋为什么信任他呢？胡惟庸什么战功都没有，根基非常浅，还比不了前面那几位开国大臣，所以他对朱元璋更加没有威胁。所以朱元璋用他取代李善长之后呢，胡惟庸呢又逐渐的把刘伯温手下这些人，就浙东这个集团一个一个都给拔掉了。当时呢，朱元璋呢就对胡惟庸放任，你想怎么干怎么干。没用，咱准备去趟黄山，在那行宫住一阵子。皇上的意思是要让臣？没错，咱让你留守京城，主持朝廷政务，带咱当几个月的皇上。皇上，臣何德何能，万万担当不起呀！你当得起。这胡惟庸呢，一天天在朝廷就做大了，开始结党营私，一点点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了。他利用他丞相的职位呢，下边又有什么密奏呢，到他这拉倒了，他不给皇上看。真要是对哪个官吏动手，甚至不禀报朱元璋，就有直接革职的。到时候例行公事写个奏折拉倒了，先斩后奏。查看一下，
哪位大臣误了早朝，记下名来。是。我等万不可以为皇上走了就可以懈怠政事。为人臣者，心中皇上永存。有人说朱元璋眼里不如沙子，这事儿他能容忍吗？朱元璋是容忍不了的，但是他另有所图，他想下一盘很大的棋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朱元璋他就感觉到自己大权独揽的时候，这个丞相是个障碍，隔三差五就给他提这建议那建议，限制他的行动自由。朱元璋就想把丞相制度废除，可是几千年来下来都这么干，满朝文武观念是根深蒂固。你要想废这个，非得有大的变化不可，所以他放纵胡惟庸胡作非为。赶紧将这半年来所有的奏章、评记案稿清理一遍，已被皇上预览，不得留有任何不符合朝廷律令的东西。如果有，你也得给我说圆了，清楚吗？明白。结果攒着攒着攒着，这胡惟庸罪无可恕了。哎，你不是怕痒痒吗？等等，就让你痒痒死。这种死法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呀！朱元璋一条一条的翻他，调查、检查、起诉，这些程序都走完了，跟满朝文武说：“你看看，给丞相设置这职责，你看胡惟庸怎么用的？给丞相有这方面的义务，你看他怎么用的？”由此可见，不为胡惟庸本人十恶不赦，这个丞相制度问题太大了。所以胡惟庸这个事儿啊，最后查的时候，前前后后加在一块杀了好多人。为什么杀人多呢？有的是胡惟庸同党，有的是反对皇上废除丞相制度。和朱元璋一下给你划到那边，你等于反对废除丞相制度，你就是胡惟庸的同党，一律杀掉。所以借这个事儿，没人敢吱声了。胡惟庸一案让咱思虑万千呐。现决定彻底裁撤中书省，废除宰相制。大明王朝只有天子当国，永远不能再有相国作乱。从现在起，由皇帝直辖各部、院、五军都督府以及南北各行省。此旨咱还要写入皇明祖训，敕令后继子孙永远遵行。遵旨。所以把胡惟庸拿下的时候，捎带着把丞相制度也给废了。就这时候，朱元璋是真正的中央集权。就中国历朝历代皇帝里头，要数明朝的皇帝，只要他掌握权力，他的权力最大，因为基本上没有朝廷制度能制约他。朱元璋达到了把所有中央权力集于一身的目的。有人说他是明君，惩治贪官毫不留情；有人说他是暴君，兔死狗烹，杀人如麻。君临天下，朱元璋有着怎样的驭人之术？上蹿下跳，明朝官员究竟上演着怎样伴君如伴虎的梦魇？老杨故事会为您讲述朱元璋如何玩转权术。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，但是这个目的是达到了。朱元璋接下来也不放心，有两件事不放心。头一件事呢是，这个身边有很多人的，由于是杀人杀太多，很多人不服，所以朱元璋寝食难安，说我不知道谁要谋反，我这可太担心了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朱元璋呢开始重用特务机构，就到各地方打探谁要造反，谁有不臣之心。这特务机构有几类呢？最直接归他指挥的呢，叫亲军都尉府。这亲军都尉府呢，就是出去抓人的。经常出现什么情况呢？这官员在大堂上审判这些犯人，你什么罪，你什么罪，正审着呢，一帮人进来了，把官员直接抓走了。那犯人跪那一看，怎么这么一会儿大老爷也成跟我一样的了？说当时很多这种情况。这亲军都尉府，如果你不熟悉的话，到明朝后来它演化成个机构，咱们谁都知道，就是锦衣卫。
你看甄子丹演过那锦衣卫，你知道锦衣卫是干嘛的？受皇上直接指派，直接抓。皇上密令，太傅赵振言密谋造反，着锦衣卫青龙，火速执法。白虎朱雀暂掌指挥使职务，玄武即日调归东厂候命，钦此。臣锦衣卫指挥使青龙接旨。那么锦衣卫不可能扩编扩得太大，还有一类呢，编制比较随意的，叫检校，检查的检，学校的校。检校这个职务呢，直接归皇上指挥，编制不固定，很多都社会闲散人员，就是所有朝廷里的其他职位不知道这个检校是干嘛，谁是检校都不知道。他受皇上直接委派，各处撒大网，是监督各个地方的官吏。各部大臣回府衙后一片惊慌，有人喜，有人忧，有人闭门不出，有人相互奔走。喜者认为天为昭昭，疏而不漏，胡惟庸罪恶多端，早该惩办；忧者则担心宰相一刀，祸及自身，并建设大片文武成功。中书省则是提前分本散班，所有属吏全部回家思过，闭门不出。而六部尚书、翰林院、太历院、太常寺等多是兴高采烈，奔走相告，多认为皇上替他们搬掉一块压在头上的大石头，从此以后他们可以直接进宫走势力。咱呐，不光是搬倒了一块大石头，咱还要把这块石头砸进水里去，让它来个四面开花，让水底里的那些虾兵蟹将们都给咱砸出来。他监督到什么程度呢？当时有个官员位列国子监祭酒，这人叫宋讷。他上朝的时候，突然朱元璋把他叫过来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皇上您问什么事儿？昨晚上是不是生气了在家里啊？没生气啊，没生气，没生气。你看看这个，朱元璋从身后抽出一张画来，你瞧瞧，你坐在你家客厅左边这椅子上，这是你当时生气的样，你还端着个茶杯，就是一幅画，画他在家里怎么生气的，把这宋讷给吓得冷汗直流。说是我承认有事，昨天我小妾打碎了我件古玩，我挺生气，把他骂了，坐着生气。他把这缘由说完了，回去这宋讷是越想越害怕。你琢磨琢磨，这宋讷不是在大街公众场合被人监督，在自个儿家里头，由于小妾打碎个瓶子，他生气坐那儿，居然就在他视力可及的范围之内，有人躲在哪个角落，每个字儿就把他给画下来了。这不跟恐怖片似的，多可怕呀！自己家里头给画，是谁他还不知道。就由此可见，朱元璋这个检校特务机构的手，那是伸到了各个地方去。朱元璋除了说防造反以外，他还防贪污。你看这一点，历朝历代皇帝最恨贪官污吏的就朱元璋。朱元璋大明开国的时候，他就定了条规矩了：凡是有贪污受贿60两以上的，一律杀头。60两在当时是老百姓认为不小了，但其实我们按照这个现在的购买力来看，60两不是一个天文数字，就不至于给砍头。但是朱元璋规定60两，杀头。曾经有个轰动一时的案子，那就是洪武18年，这是1385年的事儿。当时御史于敏呢检举揭发当时的户部侍郎叫郭桓，说他这个犯贪污罪，贪污粮食，说贪污了得有2400多万担，那这是巨贪了。结果这事检举出来，确实有这事儿。不光他一个人能贪了这些吗？他有同党啊，连座抓。结果一抓发现呢，3省6部，这6部里头大多数人都成了这个郭桓同党。为什么呢？他要想完成贪污，他各个手续都得打点的，有受了他点礼物不多的，有的是得的钱多的，他都给抓进来了。问怎么办？朱元璋说那都杀吧。结果最后这个案子杀了多少人？杀了3万多人。这在中国历史上反贪污过程当中，这恐怕是最大的一个案子，而且这是有据可考的。你各个县城不都有土地庙吗？那好，这官犯事就在土地庙这扒皮活剥，让老百姓都看。所以明朝的时候，从朱元璋开始，各个地方土地庙大行其道。原来土地庙没这么火，
后来大伙看人头、看告示、看杀人都来了，土地庙在那时候各个地方都见，当做一个反贪污教育的示范点，甚至反贪污教育一个基地。所以我们说，权力对人来讲，它也是双刃剑。好事是你可以利用权力有所作为，但不好之处在于呢，你的小小心脏能不能承载这么大的冲击力？